上啊有好多试吃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呢还在重庆啊，今天来到了重庆的磁器口古镇，你看一下我身后这个大的温度计，这是磁器口古镇的一个标志。看现在的温度，你可以看到不到20度，这边是摄氏度，那边是华氏度，然后这个温度呢还是不到20度。这座古镇呢是重庆最重要的一座古镇，也是最有名的一座古镇，还是离重庆市中心最近的一座古镇。从这个山脚下来看这个古镇啊，真的非常漂亮。因为很多吊脚楼嘛，但是现在这些建筑啊，其实都是后来新建的。以前就是最原始的那个吊脚楼，基本上是已经没有了。但是没关系，这些新建的建筑呢，还是在原址上重建的，所以呢，还是值得去看一下的。今天呢，我带大家去逛一下这座古镇，看看这座古镇怎么样。这里是磁器口古镇的后街入口，我就是从这条后街开始逛的。这里每天的人流量真的非常大，古镇的标配店铺在这里随处可见，是一个非常适合逛吃的地方。在这里我还发现了一家有着400年历史的老店，就是这家张小泉的剪刀店了。不过啊，我觉得这家店的历史啊，应该指的是工艺的传承史，企业的创立史肯定没有400年。磁器口古镇内部的小景点还是蛮多的，但是要全部都找到并不容易。这里有个地图，这是从金龙门这个地方进来，然后现在在这个地方，这里是磁镇街，然后这一路上都有这样逛街的地方，基本上按照这个地图走就行了。哦，这个地方等一下去看一下吊脚楼广场。在古镇的中心有一个吊脚楼广场，是一个天井型的广场建筑群，很像大鱼海棠的现实版。不过这里的吊脚楼全都是新建的，白天看起来比较一般，晚上亮灯之后应该会很漂亮。这座古镇一共有12条街巷，古镇基本上都是明清时期的巴渝民居，地面也是这种青石板铺就的，这一点和国内大多数的明清古镇都差不多。但是磁器口古镇还是非常有重庆特色的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这里的街道了。在重庆市区啊，经常能见到某某正街、某某横街，这是重庆道路命名的一个特色。磁器口古镇的街道也是这样的，有正街也有横街。我觉得横街比正街更好逛，因为正街是主街道，全都是大店铺，而横街呢，则是各种小巷，全都是小店铺。而且啊，这些店铺相对来讲更地道一些，小吃的种类也更加丰富。比如有卖冰粉的，也有卖黄头罐头的，有卖肉脯的，也有卖各种泡菜制品的，有卖锅盔的，还有卖各种糕点的。但是这里最常见的还是卖火锅底料的，店铺内摆着一口大锅，煮着地道的重庆火锅底料，煮好了放在托盘里面冷却，然后一块一块切开销售。很多店铺的门口还有店员在提供试吃品，一路逛下来感觉光试吃就吃饱了。味道还不错。这里还有一些新疆的特色美食，比如这个缸子肉在新疆真的非常火，几乎所有的美食巴扎里面都能吃到。还有这种红柳羊肉串也是新疆特色，一串价格是10块钱，分量还不少，味道也不错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。这里最让我吃惊的是麻花店，这整个一条街上居然有10来家麻花店。你看这店铺门口都有很多游客在排队。在我的印象中啊，麻花是天津的特产，其他地方并不是特别常见。没想到这里居然有这么多的麻花店，而且一路走下来啊，你会发现好像只有2家店，一家叫陈建平麻花店，另一家叫陈昌仪麻花店，不知道是不是2兄弟开的店。这一条街全都是这2家店的分店，路上有很多大妈拿着免费的麻花让你试吃。这个是我拿到的麻花，试吃的。
我万万没有想到重庆的麻花居然是辣的，这是我第一次吃到辣的麻花，不愧是在重庆呢。这个麻花的味道还是很不错的，比较酥脆，不是那种硬邦邦的。来重庆旅游的话，还是可以买一点试试。这里除了有各种小吃店，还有很多小茶馆，而且茶馆里面还有驻唱歌手。你看，那里就有一位小姐姐在弹吉他呢。现在茶店也配备有驻唱歌手吗？怎么样？这里的氛围还不错吧？另外，这里还有一座千年古刹宝轮寺，这是一座始建于西魏年间的佛教寺院，至今寺院的香火都很旺。寺院的建筑基本上都是明清时期建的，也有少数几座唐宋时期的古建筑。当年西魏时期的那些古建筑基本上都已经没有了。这里的香火呢，跟那些许愿牌之类的都是需要另外付钱的。这是大雄宝殿，大雄宝殿能看出来应该是一个古迹，而且它的屋檐它这个地方都有点下沉，并不是完全对称的那种。关于这座寺院还有一个传说，说是明代建文4年，也就是1402年的时候，当时的皇帝朱允炆被他的叔叔朱棣篡位，然后一路逃到这里，出家成为了僧人。因为这里是皇帝隐居的地方嘛，所以这座寺院呢又被称为龙隐寺，而这个磁器口古镇呢也被称为龙隐镇。这座古镇的商业化程度其实还是蛮重的，小吃种类的重复率也很高。不过呢，这座古镇还是有自身特色的，至少重庆特色的小吃感觉还是蛮多的。来重庆旅游的话，这座古镇还是值得来看看的。行，今天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了，下一站成都，咱们成都见吧，拜拜。